你相信嗎？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所謂的秘密。此時此刻，你坐在屏幕前，腦海裡閃過的一個念頭，哪怕只有一剎那，哪怕你沒有說出口，甚至連你最親密的人都不知道，但它已經改變了這個世界。在我們台灣老一輩人的口中，常掛着一句話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小時候，我們以為這只是一句用來嚇唬小孩子的道德說教，或者是對某種不可知力量的迷信敬畏。我們長大了，受了現代教育，相信眼見為實，相信科學數據。我們將那些古老的智慧拋諸腦後，以為只要不作聲，心裡的那些嫉妒、怨恨、貪婪，或者是那一瞬間的惡念，就可以被完美的隱藏起來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但是如果我告訴你那句老天爺都知道並不是迷信，而是最高級的科學呢？如果我告訴你，你的每一個起心動念都在物理世界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證據，你會感到害怕，還是會感到慶幸？今天我想帶你走進一個微觀卻又宏大的世界。看完這條視頻，或許會顛覆你對思想的認知，甚至會改變你餘生的命運。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一樣東西，它就在你的手邊，在你的杯子裡，在你的身體裡，它就是水。水不僅僅是維持生命的物質，它極有可能就是宇宙的硬盤，是上帝留給人類的一面鏡子。上個世紀90年代，日本有一位叫做江本勝的博士，他做了一個震驚世界的實驗。在這個實驗之前，沒有人會相信水居然聽得懂人話，看得懂文字。江本勝博士的团隊在一個冷室裡，將水在-25度的低溫中凍結成冰，然後在顯微鏡下拍攝水結晶的照片。最開始，他們拍攝自來水那些經過氯氣消毒、流經生鏽鐵管的城市自來水，在顯微鏡下根本無法形成完整的結晶，它們扭曲、醜陋，像是一張張痛苦哀嚎的臉，支離破碎。然後奇蹟發生了，研究人員把水裝在瓶子裡，在瓶壁上貼上不同的標籤。當貼上愛和感謝這兩個詞時，不管是用中文、英文、日文還是德文書寫，水結晶呈現出了令人窒息的完美。請想象一下那個畫面，那是一種六角形的晶瑩剔透的結構，像鑽石一樣閃耀，像精美的皇冠，又像是一朵盛開在極寒之地的聖潔蓮花。看着那張照片，你的心會不自覺地變得柔軟，你會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平靜，那就是愛的形狀是宇宙中最和諧的頻率。然而，當研究人員換了一張貼紙，寫上“混蛋，殺了你，真惡心”這些充滿惡意的詞彙時，顯微鏡下的景象讓人不寒而栗。原本應該形成結晶的水變得混亂不堪，有的像是一個畸形的腫瘤，有的像是一隻張牙舞爪的怪獸，有的呈現出一種渾濁的、令人作嘔的黃褐色核心。如果你盯着那些惡念的水結晶看久了，甚至會感到胸悶不適。水沒有大腦，沒有眼睛，沒有耳朵，但它讀取了文字背後的能量。不僅僅是文字，實驗團隊讓水聽音樂，聽到莫扎特和貝多芬交響曲的水，結晶華麗而莊嚴；而聽到充滿憤怒、嘶吼、歌詞暴力的重金屬搖滾樂的水，結晶瞬間崩解，就像被炸彈炸碎的廢墟。這個實驗當時在科學界引起了巨大的爭議，有人說這是偽科學，有人說這是巧合，但在全世界範圍內，無數普通人重複了這個實驗，用米飯、用植物得出了驚人相似的結果。這說明了什麼？這說明意念不是虛無縹緲的空氣，意念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能量，是一種頻率，是一種波。當我們心生善念，當我們真誠地感到感恩時，我們向宇宙發射的是一種高頻的、有序的、和諧的波。這種波能讓物質世界變得有序。而當我們心懷怨恨，當我們焦慮、嫉妒、詛咒他人時，我們發射的是低頻的、混亂的、破壞性的波。這種波能讓原本美好的物質分崩離析。回到開頭的那句話，心裡的念頭，老天爺都知道。
這裡的老天爺或許不是一個坐在雲端長着白鬍子的老人，這個老天爺就是自然法則，就是量子力學的場域。你發出的每一個念頭就像投入湖中心的一顆石子，你以為水面恢復了平靜，石子沉入了水底，一切就結束了。不是的，那圈漣漪會不斷地向外擴散，震動了空氣，震動了水分子，最終它會觸碰到岸邊，然後彈回來，回到你的身上。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因果。現在請你低頭看看你自己的身體，你可能覺得水結晶很神奇，但那只是一杯水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太大了，因為你就是水做的。現在請你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。你想過嗎？把你這個人拆解開來，我們究竟是什麼？生物學家告訴我們，一個成年人的身體裡70%都是水，我們的血液90%是水，我們的大腦75%是水，甚至是我們看似堅硬的骨頭裡也有22%的水。如果你能把自己像擰毛巾一樣擰乾，剩下的那一小撮乾貨其實微不足道。換句話說，你其實就是一杯行走的水。既然江本胜博士的實驗證明了水是有記憶的，水是能聽懂好壞的，水是能根據意念改變結構的，那麼請問問你自己，過去的一周你給身體裡的這杯水貼了什麼標籤？當你早上擠捷運地鐵被人踩了一腳，你心裡罵了一句沒長眼睛嗎？那一瞬間，你身體裡的70%的水是不是也像顯微鏡下那樣？因為那個惡念瞬間變得扭曲渾濁。當你被老闆無理取鬧的責罵，你表面唯唯諾諾，心裡卻充滿了委屈憤怒，恨不得對方消失。那時候你流淌在血管裡的血液，那些原本應該滋養你心臟肝臟的水分，是不是正在变成一種帶有剧毒的酸水？中醫常說，怒傷肝，喜傷心，憂傷肺，思傷脾，恐傷腎。老祖宗沒有顯微鏡，但他們早就看透了生命的本質。所謂的氣，或許就是水的頻率；所謂的病，或許就是身體裡的水。聽了太多負面的話，看了太多骯璨的念頭，他們不開心了，他們結晶失敗了。我們在台灣，每個人都很忙，為了房貸，為了孩子，為了那看似體面的生活，我們習慣了焦慮，習慣了抱怨，習慣了在深夜裡自我懷疑。我們花大錢買昂貴的净水器，只為了喝一口乾淨的水。我們花幾萬塊去吃有機的蔬菜，只為了身體健康。可是我們卻毫無顧忌地每天向自己的身體裡傾倒成噸的精神垃圾。如果你看見一杯水變黑了，變臭了，你絕對不會喝下去。但你為什麼要允許你的每一個念頭，把你身體裡最純淨的那個生命之源染得漆黑一片呢？每一次的嫉妒，就是給你的細胞喝一口毒藥；每一次的暴怒，就是給你的心臟來一場微型地震。癌症、腫瘤，那些查不出原因的怪病，有時候醫生治不好的病，是因為那個病根不在肉體上，而是在那個看不見的念頭裡。你的身體在用疼痛告訴你，主人，請不要再折磨我了，請哪怕只有一次對我溫柔一點，好嗎？聽到這裡，也許理性的你還是會想，這太玄了吧，這是心理作用吧？那麼讓我們哪怕只有幾分鐘放下偏見，聊聊最前沿的物理学、量子力學。在微觀世界裡，有一個著名的觀察者效應。科學家發現，電子、光子這些微小的粒子，它們的狀態是不確定的。這就好比，如果我不看它，它可能同時出現在 A 點和 B 點，像幽靈一樣飄忽不定。但是，一旦有人看了它一眼，僅僅是看一眼，有了觀察這個動作，它就會瞬間坍縮，變成一個確定的實體，老老實實的待在一個地方。聽懂了嗎？是你的目光決定了物質的形態，是你的意識參與了現實的創造。這不再是神話，這是物理實驗室裡被驗證了無數次的真理。愛因斯坦曾經為此困惑不已，但這正是宇宙最迷人的地方。我們的世界並不是冷冰冰的機械，它是一個巨大的有靈性的互動網絡，
如果你能理解這個，你就能理解量子糾纏。兩個曾經發生過關係的粒子，哪怕被分開1億光年遠，一個在地球，一個在銀河系的盡頭。當你撥動地球上的這一顆，宇宙盡頭的那一顆，會在同一瞬間發生感應，不需要時間，不需要介質，它們心心相印。這解釋了什麼？解釋了為什麼在台灣的媽媽，當她在國外的孩子發生意外的那一瞬間，她的心會突然絞痛。解釋了為什麼你想起一個許久未見的老友，下一秒他的電話就打過來了。因為你們之間有糾纏，你的念頭不是關在腦子裡的私人物品，它是一束波，它是一道光，它能穿越千山萬水，瞬間擊中你牽掛的人。如果意念是能量，如果量子糾纏是真實的，那麼這世間最可怕的武器不是核彈，而是人的惡念。當你在這個網絡上躲在鍵盤後面，對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打出一句惡毒的詛咒時，你以為沒人知道你是誰？不，宇宙知道。那個惡念就像一顆迴旋鏢，它被發射出去，確實會傷害到對方，讓對方身體裡的水結晶崩壞。但是請記住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。在你發出詛咒的那一刻，你的身體是第一個接收到這個頻率的。在傷害別人之前，你已經先殺死了自己身體裡成千上萬個善良的細胞。反過來，這世間最強大的良藥也不是什麼昂貴的進口藥，而是祝福。為什麼我們去廟裡拜拜，去教堂祈禱，回來後會覺得神清氣爽？是因為神明真的顯靈了嗎？也許是。但更科學的解釋是，在那一刻，你放下了貪嗔痴，你發出了善的強力波，那個高頻的能量瞬間把你體內原本混亂的磁場理順了，你治癒了你自己。想一想，我們有多久沒有真心的祝福過別人了？我們有多久沒有對着鏡子裡的自己說一聲謝謝了？你的想法正在決定你的健康，你的善意正在決定你的運氣。接下來我要講幾個真實發生的故事。這些故事裡的人曾經被醫生判了死刑，曾經深陷絕望的深淵，但他們做了一件簡單的不可思議的事，卻創造了生命的奇蹟。我知道，即使聽到這裡，屏幕前也許還有些朋友會覺得這只是一種心理安慰吧。如果你還是那個鐵齒固執不信的人，沒關係。我邀請你做一個每個人在家裡就能做的實驗，這不是我，也不是江本勝博士的發明，這是成千上萬個小學生都驗證過的真相。準備2罐煮好的白米飯，裝在乾淨的玻璃瓶裡，封好口。每天出門前，對着左邊那一瓶說：“謝謝你，你是最好的，我好愛你。”要發自內心的說，帶着笑容說，然後對着右邊那一瓶，惡狠狠地罵他：“混蛋，你怎麼不去死？看着你就討厭，堅持1個月，你會看到什麼？那個被罵了1個月的米飯會發黑、發臭，長出令人作嘔的黑霉，那是死亡的味道，是腐敗的惡臭。而那個每天聽着我愛你的米飯，它或許會發酵，變成淡黃色，散發出一種像酒釀一樣的淡淡香氣。這就是意念的力量，這就是語言的頻率。米飯尚且如此，何況是人？何況是你那個正在青春期叛逆的孩子，何況是你那個每天嘮叨不停的伴侶，何況是你那年邁糊塗的父母。我們在家裡對着最親的人說出口的話，比起那瓶發霉的米飯，是不是更加毒辣？你怎麼這麼笨？早知道當初不生你，跟你這種人過日子，真是倒了8輩子霉。每一句話都是一把無形的刀，我們在用語言把家裡那個最愛的人一點一點地罵爛了。如果你覺得家裡的氣氛總是壓抑，如果你覺得孩子越来越疏遠，如果你覺得身體越來越差，請停下來看看那瓶發黑的米飯，那是你親手創造的傑作。再講一個發生在台灣南部的一個真實故事。化名：有一位美玉姐辛苦了大半輩子，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，卻在55歲那年查出了乳癌晚期。醫生看着片子直搖頭，說擴散得太厲害了，可能只剩下3個月。美玉姐崩潰了，她在醫院的長廊裡哭得撕心裂肺。老天爺啊，我一輩子沒做過壞事，我天天燒香拜佛，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？
她恨老天不公，她恨丈夫早年不顧家，她恨這一生的病痛。直到有一天，她遇到了一位師傅，師傅沒有給她開藥，只是看着她的眼睛說了一句話：你的身體是你這一生所有委屈和憤怒的垃圾桶，你如果不把垃圾倒掉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美玉姐聽進去了，她回到家，不再盯着那個腫瘤看，不再把它當成敵人，她開始做一件傻事。她每天洗澡的時候撫摸着那個腫塊，流着眼淚對她說：對不起，以前我只顧着照顧別人，忽略了你，對不起，讓你承受了這麼多年的怨氣，謝謝你一直拼命地保護我，替我擋了這麼多災，我愛你，無論你還在不在，我都愛你。她每天說，每天哭，把這輩子的委屈都哭了出來。她開始給早逝的丈夫上香，不再是抱怨，而是感謝他給了自己一個家。她開始對着鏡子裡的自己笑，哪怕笑得很難看。3個月過去了，6個月過去了，1年過去了。當美玉姐再次走進醫院檢查時，醫生看着片子，以為拿錯了病歷。那個原本肆虐擴散的腫瘤竟然鈣化了，縮小了，甚至失去了活性。醫學無法解釋，但量子力學可以解釋，但江本勝的水結晶可以解釋。因為美玉姐把她身體裡那杯充滿毒素的黑水，通過愛和懺悔的頻率，一點一點地淨化成了聖水。這就是我想告訴你們的終極秘密。無論你現在的處境有多糟糕，無論你的身體有多痛苦，無論你的財務狀況有多拮據，請記住，外在的一切都是你內在意念的投影。要想改變電影的畫面，你不能去擦螢幕，你得去換底片，那個底片就是你的心。在夏威夷有一種古老的療法，叫做荷歐波諾波諾 Ho'oponopono， 聽起來很拗口，但它的核心只有4句話。這4句話擁有重寫水結晶、重寫命運的驚人力量。第一句，對不起，承認我也許在不知不覺中傷害了你，傷害了自己，傷害了世界。第二句，請原諒我，放下傲慢，請求寬恕，請求那個被我堵塞的能量重新流動。第三句，謝謝你，感謝這一切的發生，讓我有機會看到自己的問題，讓我有機會清理。第四句，我愛你，這是宇宙最強的頻率，能融化一切堅冰，能治癒一切創傷。此時此刻，屏幕前的你，也許你正躺在床上輾轉反側，也許你正坐在回家的捷運上感到迷茫。請試着把手放在你的胸口，感受那顆還在跳動的心臟，那是老天爺給你最珍貴的禮物。不要再把能量浪費在嫉妒、怨恨和恐懼上了。哪怕世界再亂，哪怕生活再難，只要你的心是亮的，你的世界就不會黑暗；只要你的念頭是善的，你的身體就會健康；只要你開始愛自己，整個宇宙都會來愛你。從今天起，別忘了給你的心裡種下一顆太陽，因為心裡的念頭，老天爺真的都知道，而那個老天爺其實就是你自己。如果這條視頻觸動了你，請把它分享給你最愛的人。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，祝福你。